欢迎来到辟谣吧。5月24日，德州沃尔尔德市罗布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大型枪击案。18岁的凶手闯入配有武装安保人员的学校，杀害19名儿童和2名教师。距离布法罗市枪击案仅仅过去10天，很多人都想问，为何如此？有人说是学校武装不够。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在枪击案发生后表示，我们应当让老师和其他学校行政人员武装起来。有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称，这场继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后10年发生的最严重校园枪击案是由于学校安保系统做得不好。事实上，在2012年康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大型枪击案后，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开始花费巨资建造安保系统，包括防弹玻璃、金属探测器、武装校检等等。周二发生枪击案的罗布小学，根据当地的安全要求，他们有栅栏。老师们被命令要关好、锁好教室的门，学生面临定期的封锁和疏散演习，并且配有武装校警和顾问，还有监控社交媒体威胁的软件和筛选访客的软件。有人说是心理健康被忽视，持枪的凶手出现极端暴力行为，是美国忽视心理健康问题造成的。能看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确的，但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挑战，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普遍问题，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枪击案频频发生在美国。我们应当呼吁重视心理健康问题，但这不是枪击案频发的唯一或直接原因。用枪派顾左右而言他，枪支暴力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跟枪无关，所以枪支管制没有用。那为什么说枪支暴力是美国独有的问题呢？数据显示，一般来说，枪支暴力会出现在发展较为落后的、贫穷的国家，但美国在众多发达国家中，因枪支暴力而死亡的人数遥遥领先，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加起来都不够美国的多。很多人又说用枪可以自保，这是真的吗？尽管很多人都同意这种说法，然而数据证明并非如此。2014年内科医学年鉴中的一篇评论认为，如果你家里有枪，即便枪支被存放得很好，也会使你成为命案受害者的风险增加1倍，自杀的风险增加2倍。并且由于大多数用枪者并没有很好的保管和存放枪支，儿童在家中特别容易受到枪支暴力的威胁。根据城市健康杂志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有多达460万名儿童生活在枪支安全没有保障的家庭中。专家一致认为，妥善保管和储存枪支是解决儿童和青少年自杀、大规模枪击和意外枪击事件的有效途径。哈佛大学城市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教授大卫·海明威认为，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自卫中使用枪支会减少自身受伤的可能性。部分数据显示，拥有枪支可能会减少财产损失，但拥有另一类武器，比如棒球棍、防身杖，也有同样效果。简而言之，用枪自卫的害处远远大于益处，并且这种益处是能使用其他杀伤力轻的自卫型武器替代的。关于枪支暴力的统计数据也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一个国家的枪支越多，无论是用于自卫、隐蔽携带、休闲使用，枪支暴力的发生率就越高。根据2019年 CNN 统计的数据来看，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却拥有世界上46%的私人枪支。同时，美国人均枪支拥有率也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第2名是也门，一个长期处于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因枪支死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用枪并不能提高安全性。枪支的普遍性和枪支有关的谋杀和自杀的风险大大增加直接相关。那么枪支管控有没有用呢？是有用的。倡导枪支立法的非营利组织 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的研究数据显示，实施更强硬的枪支管制的州的枪支暴力死亡人数更少，其中未能将基本保护措施落实到位的13个州，枪支死亡人数几乎是8个全国性领先州的3倍。且事实上，有效的枪支管控并不代表要全民禁枪，现阶段也不可能达到全民禁枪。Everytown 总结了5个有效的管制措施：要求购买手枪的背景调查和许可证，要求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蔽枪支的许可证。红旗法允许法院从那些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人身上收走枪支，要求安全储存枪支，拒绝就地防卫法律。枪支管控并不会所谓的剥夺合法公民用枪的权利。最后，频发的枪击案
让无辜的人用生命又给美国敲了一次警钟。我们必须看到枪支暴力的危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并要试图推动全国关于枪支管制的立法。有些人不敢说出房间里的大象，这对解决问题是没有帮助的。我们鼓励观众重新思考枪支管控的意义。完整的核查文章已在辟谣吧网站上发布。感谢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辟谣吧频道和同名网站。我们下期见。